今天我们来聊神秘的百慕大三角。在此之前，请点击关注、收藏我们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下一个有趣的视频。接下来我们一起一探究竟。地球上有一个地方让很多人闻之色变，到这里的船只全都消失了，飞机也从人间蒸发，这里就是魔鬼三角洲。人们提出了无数猜想，但真相到底是什么？乔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潜水军人，今天他回到了一个让他九死一生的地方。之前他的奇遇让他久久不能忘怀。1975年，他奉命执行一个回收失踪鱼雷的任务，在返回基地的路线上，他们要从巴哈马群岛的罗斯岛飞到附近的安德鲁斯岛。当时机组人员距离基地还有64公里。突然间风云突变，整个天空就像密室里被人关了电源开关，他们前方什么也看不见。诡异的是，飞机导航仪全部失灵，他们下方的大海也消失了，他们惊恐万分。随后飞机的罗盘竟然开始倒转，他们感觉就像是世界末日。机组人员努力压制自己的惊慌情绪，奋力让直升机悬停在空中。突然黑暗中打开了一道缺口，他们抓住那个瞬间，飞进了一片晴空万里。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们这时已经偏离总部基地30多公里。直到今天，乔的这次经历仍然是个谜。百慕大三角洲被称为魔鬼三角洲，是一片位于波多黎各、迈阿密和百慕大3点之间的区域，面积为130万平方公里。这里每个月都会出现船只或飞机消失的事故，在过去的100年里，有上千人在此殒命，但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原因。这个谜团可以追溯到500年前，连哥伦布本人也记载过。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奇怪的光芒和大浪，几百艘船在这里遇难。有人把原因归咎于神秘的诅咒，甚至还有说是海怪，但是否有更合理的解释？现代科学是否能够揭开谜团？2位经验丰富的潜水员麦克和泰利，今天他们将出海寻找消失船只的线索。他们已经找到海里的一艘沉船，地点在三角洲西南离岸5公里的地方。在这里，声纳探测到海面下91米的地方有一个物体。潜到这么深的地方既困难又危险，但只有这样才能解开谜底。3分钟后，一个黑影出现，这是一条12米长的游艇，叫克林吉林号。乔打开挡住船舱的帆布，想进去一探究竟，但入口太小了，不值得冒险。这里的海床上埋着一团团的沼气，它们是海洋生物几千年的尸体腐烂形成的。正常情况下，沼气会原地不动，但这个地方有水下滑坡的情况出现，这可能会造成沼气剧烈的冒出来，但真的会是沼气爆发引起的海难吗？地理学家伍德博士和工程师斯普纳就此展开一个实验来模拟沼气爆发。实验的原理是气泡会大大降低水的密度，从而对漂浮在水面的东西造成致命危险。船只经过这里，因为浮力不够，就会导致沉船。实验中的玩具小船最终下沉了。那么，如果是真正的大船，结果会如何呢？经过2次实验后，船只丝毫没有沉下去的痕迹，这就表明实验失败，也就是说沼气爆发并不是沉船的原因。那么克林吉林号的沉船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它船身完整，没有明显的撞船迹象，但2只桅杆都断成了2半，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并且是一瞬间发生的。在克林吉林号遇难前，并没有发出求救信号，是什么海难发生这么快，连发出信号的时间都没有？有人怀疑是传说中真实存在的海怪，它可以一瞬间毁掉一艘船。几百年来，水手们都在说诡异的巨浪突然吞噬所有船员的故事。任何海洋上都能形成这样的巨浪，最高可高达30米。那么，真是这头神出鬼没的罕见海怪在魔鬼三角洲作怪吗？奥斯本教授是研究巨浪的权威科学家，他认为百慕大三角区有存在巨浪的可能。它们之所以形成，是因为海浪根本上是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可以使单个海浪吸收附近的能量，并继续变大。百慕大三角洲据说最大的海浪形成于飓风之中，当海浪聚集到非常大的时候，它们会在海洋中央消散，但很少有人见过，也无法预测。奥斯本教授决定人为制作一个巨浪，他来到德国汉诺威专业的测试机构，今天他要用克林吉林号的模型来做测试。
这个水缸有300多米长，可以制造世界上最大的人造浪。这条1.2米的船将要面对3米的浪，相当于12米的船面对30米的巨浪。船帆没有挡住巨浪的攻击。如果是这样的巨浪，船上所有人都已经命丧黄泉。虽然巨浪是能够解释魔鬼三角洲之谜，但它并不能解释全部，因为还有100多架飞机在这个地方消失。前海军飞行员兼空难调查员皮特正在前往巴哈马的比米尼群岛寻找真相。光是在那里就有20架身份不明的飞机，人们猜测可能是时间扭曲、奇怪的电磁波，甚至可能是外星人绑架。那么，那些飞机残骸可以提供线索吗？皮特找潜水员和渔民来帮忙。今天，哈里森和皮特一同出海。他父亲30年前驾驶一架飞机在三角洲消失了。潜水员们看到这里都是被腐蚀的残骸，而且几乎在三角洲消失的飞机都是这种小型飞机。魔鬼三角洲已经夺取了数百架飞机。有一种解释就是极端天气，在热带岛屿，天气变化是瞬息万变，这些风暴会带来突然下降的气流、强劲的疾风和闪电。虽然现在的飞机都能承受闪电风暴，但三角洲的风暴有可能把它们击落吗？闪电专家埃德要测试这个问题。他用的是一架轻型飞机和一台强大的闪电模拟器。这架飞机和发现的那架飞机相似。埃德要进行一系列独特的实验来揭开这个谜团。这台机器储存传来的电，然后一次性将其释放出来，形成一束强闪电击中飞机。第一次击中机翼末端的油罐，高压闪电并没有击穿油罐。下一步就是看看更强大的闪电能不能从通气口那里进入油罐。艾德把机翼放到一个强电流模拟器中，让闪电具备破坏力的是电流的安倍大小。大自然里大约有1%的闪电达到20万安倍，它们可以在这台模拟器里生成相同强度的电流。这个测试将会制造出大自然最致命的一束闪电。他们准备击中燃油罐的通气孔，摄像机会记录闪电是否通过油罐。任何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都会担心这样的情况出现。那么，它会不会就是飞机坠落的答案呢？我们拭目以待。20万安倍闪电一下子就把空气孔的盖子从燃油罐上击开。如果闪电可以穿进油罐内，那么能点燃燃油吗？他们打算进一步实验。这次的实验由特效专家詹姆斯和埃德合作。如果闪电击燃了油罐会怎样？结果直接把油罐炸碎。虽然火球烧毁了机翼末端的油罐，但技术高超的飞行员仍然可以让飞机在空中停留。通过高速摄像头，发现火焰已经接近于机翼内部的主油罐。于是，他们也往主油罐里加满了燃油。结果机翼被炸得粉碎。虽然测试了各个主流的猜想，但并不能解释所有现象。但有史以来，揭露了海洋巨浪可以把船卷到海底，极端闪电可以摧毁飞机。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完全揭开百慕大三角洲神秘的面纱。感谢大家观看，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记得关注我们，你的订阅和关注就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长按点赞也能让我们做出更好的视频。在这里真诚的感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